你这样想，红蓝方就好比是黄毛和苦主，苦主不就是辛辛苦苦打完厄塔汗，然后被赶来的黄毛强行扭走花花？虽然你不一定每一把都是苦主，但厄塔汗他一定是本子女主啊！像厄塔汗这种打出战败 CG 了，但是奖励却会被扭走的野怪，生下来就注定只有恶多一个结局了。我们这把的辅助是我琴，其实我真的挺喜欢琴女辅助的，一般都能摁着对面打。我琴和艾希走下路真的挺强的，我的 W 和他的 Q 都是长距离稳定的消耗，面对亚菲露露这种 all in 能力低下的组合，就只能被我们俩狠狠的抽陀螺了。但问题是我们想杀他其实也不太好杀，这露露一个变羊下去我们就有点有心无力了，想要杀他就得再进化，但是我们选人的时候在捏脖子忘记了。哎呀，我们游戏博主是这样，打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版本对艾师傅进行了曲线调整，前期变得很弱了，而且还只能主 W， 因为前3级 W 比以前低很多，而后2级会高出不少，主 W 收益变得很高，所以现在中期艾师傅是带上气顶神仙的 Poke AD。你看这个泽里，是我2个 W 就快没血了，而后期 Q 技能等级起来了，和以前是差不多的。出装上可以选择海妖收集者大川承担主要输出责任，也可以电刀幽梦收集者主清线支援。你觉得攻速不够，海妖绿差也勉强可以，就是需要习惯的是，艾师傅现在前中期是主 W 消耗 ，all in 能力会低很多。我们回到这把游戏，如你所见，我琴其实已经很尽力了，但是奈何队友不争气啊，已经10-2了。别的就不说，对面这个小哑巴就已经肥得没天了。你看你说你还急眼，这个厄斐琉斯直接上来凶我琴了，我琴闪现躲开，我反手接 R， 哈基凯来当小可爱杀手了。我们艾师傅还可以一直黏着露露 A， 杀了露露之后居然还可以把1塔扬了，因为我们拿的是1血，居然莫名其妙拿到了先机啊！先机主要是在后期有质变，你控不到厄塔汗还是要被提速减速的，所以我和我琴就得换到中路来抽陀螺，还得抽得更用力啊！虽然控制有点重叠，但是问题还是不大，中期我们还是可以18个平 A 杀死他的。但我们劣势还是挺大的，到了厄塔汗的刷新节点，我们还是落后7个头啊，还是要打赢厄塔汗这波团才稳啊！这不我们先开到了打野，他半天都杀不死，反倒是对面 AD 来了，瞬间就被融化了，幽默啊！但这里一定要注意，残血不要先开厄塔汗，谁先开厄塔汗谁就是苦主。所以我们直接回家补状态，尽量让敌方先开厄塔汗。原因就是厄塔汗攻高血厚，打起来很伤，也会被敌方 poke。其次就是打架频繁的路大概率是没有塔的，拉扯空间很小，很容易被绕后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打完厄塔汗，对面还有满状态的4个人，你敢去吃花吗？相信我，对峙情况下，只有苦主才会先开厄塔汗，一定要记住。只要不是碾压级别的优势，谁开厄塔汗谁就是苦主啊！所以我们让他们先打，我们进行 poke。果然啊，他们打一会儿没血了，我们就可以接盘厄塔汗了，哈哈哈！我们现在就当着他们的视野，狠狠地扭走厄塔汗，还要把他的花花吃干抹净啊！怎么是复活甲啊？其实排位里很少遇到复活甲厄塔汗的，但只要拿到了，基本上就稳了。换一波经济，对面根本没法打的。我们前期这把的劣势那么大，但拿了波厄塔汗就很干脆的翻盘了。我对现版本厄塔汗的理解就是，20分钟这个时间点，你很难快速的打掉厄塔汗，而且就算打掉了也会很伤，有可能拿不到完全体的奖励啊。所以主要的思路还是先团赢再去拿厄塔汗。更难的难点在于团前的运营阶段，厄塔汗的运营主要是兵线和视野。首先就是兵线，对于 AD 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抢中线，所以这个版本你会看到各种强势的 AD 都是推线比较快的 AD， 比如电到艾希，你能快速处理完兵线，支援就是很快，而对面为了守住中塔就必须要接线，不能去支援，打架有个 AD 先到就是很大的优势了。就像我们这波推线配合先锋威胁他们中塔，他们即使人头领先，但为了守住这个中塔也只能放掉厄塔汗了。有些低段位的宝宝不懂这个中塔到底有什么用啊，我就不能不管这个塔吗？是这样的，中塔是视野的支点，没中塔守住关键的路口就很难守住野区了，没视野的野区就是个恐怖游戏。还有就是敌方追到中塔就不敢追了，所以在团战拉扯上很有优势啊。到了后期，因为中线是最短的，一波的机会很大概率都在中路，但是你有了中塔就是很难一波了，相当于对于游戏层面来说有一件复活甲，可以说中塔就是仅次于史诗级野怪的资源了。而就算打输了团战，失去了争夺厄塔汗的资格，也可以利用中线优势
去威胁对方的中塔，敌方拿到了资源但失去了中塔，这样的资源交换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你们可以学一下我这波，我们在拿厄塔韩了，但是对面在推我们的中塔，我们就可以一箭射过去，阻止他们拆塔，做到见招拆招。第二个难点在于视野，像厄塔韩刷在上路的时候，小龙和厄塔韩的视野冲突，我们就需要出门的时候买一些针眼，替辅助分担视野压力。我们这个针眼需要放在的地方是中路，对方一塔不在就放到中线草丛里，我们中塔在就放到河道草里，我们中塔不在就放到这两个草丛，都能减少被 gank 的风险，也可以分担辅助的视野压力。辅助的视野主要放在哪一侧，你放另一侧就可以了，放到强侧的视野是没有意义的，看到对面打野的位置就是赚，有了信息可以避免很多中期的死亡，可以做到更稳定的守塔支援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结束了，这也是我目前总结的一些恶朵韩的小细节啊，再有新的理解我会做视频告诉大家的，大家不妨点个关注就可以看到我的更新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赞，我是轮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